隋唐时期，中国风水学说有了很大的发展。从那时候起，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，公宅、乡村、墓葬都不同程度受到风水学说方面的影响。隋文帝杨坚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，他对风水术持怀疑态度。有人在他面前兜售风水，他毫不客气地说：我家祖坟所占的地方，如果说不吉利，可我当了皇帝；如果说吉利，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，说可无以为对。皇帝可以不信，下面的大臣相信的就很多。隋宰相杨公仁准备迁移祖辈的葬地，请了著名的乡地家卜地。这些人各有一套，杨公仁不知听谁的好，他就秘密派人回家乡取来葬地4角的土各1斗，并在历书上写着地的形势。乡地家们都没有说准。有个叫舒绰的说：此土5尺外有5谷，得其一即是福地，是为公侯。杨公仁请舒绰到其地查看，挖地7尺，果然发现一洞穴，这里原来是树田，蚂蚁啄而成穴。杨公仁于是重赏了舒绰。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，各种学术也广泛兴起，同时更加促进了风水理论的发展，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。当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，出现了张说、浮屠洪、司马头陀、杨君松、邱延汉、曾文川等一大批名师，其中以杨君松最负盛名。他把宫廷的风水书籍带出，到江西一带传播，弟子营门，对民间风水勘察起到了全面推广的作用。唐玄宗也相信风水，《大唐新语·太平广记》中有很多风水的记录。唐代设有司天监，专门看天文现象，因此司天监里的官员必须懂风水。杨君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，唐僖宗封他为国师，官至金紫光禄大夫，专门负责灵台地理事务。可见唐代的风水不但民间相信，朝廷也更是重视。当时风水在西北也盛行，敦煌一带有许多风水师，当地流传一本《诸杂推五圣阴阳宅图经》，书中提倡房屋向阳、居高、临水的原则。唐朝的乡地知识逐渐科学化，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志》的序文中批评过去的地学家视周邦而序人物，因秋木而争鬼神，流于异端，莫切根要。
李吉甫在书中对山川形胜描写得很具体，如函谷关城，路在谷中，深险如函，故以为名。其中列通东西15里，绝岸壁立，崖上百林阴谷中，待不见天日。东自寒山，西至铜津，通名函谷，号曰天险。后世风水师经常模仿这种文笔描写地理。到了唐代，乡地活动与风水术日益分化。风水术侧重于看坟地，迷信色彩十分严重。据《通典》引《开元礼》记载，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，只要死了都要补宅照、补葬日，这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。唐代风水术大盛，连皇帝都感到惊讶。《旧唐书卷·李绛传》记载，唐宪宗问李绛：“卜筮之事，习者汉经，或重或否？近日风上，犹更崇尚，何也？”李绛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其实，在国力强盛、文化发达的唐朝，竟然有那么多人青睐风水术，这个现象是不好解释的。要回答，还是得从封建社会内部寻找答案。五代时期，钱镠曾任镇海节度使，在苏南和浙江一带形成割据势力，以后又建立了吴越政权。当时他准备修广衙城，大公府有个术士前来游说，倘若改旧城为新城，国家的命运只有100年；如果填筑西湖以修城，国家就会有1000年命运。钱镠不客气地回答：“我只想改旧为新，国运能有100年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后来，吴越国果真只存在了99年。这个术士虽然严重了，但是他主张填西湖，这种做法与风水一般观念相矛盾。风水术是不主张填湖的。还好钱镠没有听信这位风水先生的话，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美丽的西湖，美丽的杭州。